而根据金鹤真仙讲述，这个世界被封锁住了，外面不仅有诸多阵法，更是有着强大的结界猛兽，他们修为太弱，根本无法离开此地，所以无奈之下，便在此处生活了下来。甚至有的人进入此处也有几千年之久，还有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老死。这也是为何金鹤真仙看到楚风后会连连摇头。他知道楚风修武天赋很高，前程无量，但落入此地根本无法出去，将被困住一辈子。不过也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那就是原来所有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的人都会暂时性的失去修为，乾坤袋也同样会被封锁，但是慢慢的修为就会恢复，同样乾坤袋的力量也会被解开，只是每个人恢复的时间长短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谁都会恢复到正常。至于为何修为和乾坤袋会被封锁，想必是与那特殊的结界入口有关。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知道自己的修为能够恢复，楚风就放下心来。楚风啊，你不该有贪心的，你是不知道进入此处基本就没有人能够逃得出去，你有大好前程，不该在这里浪费时间。金鹤真仙叹息道：金鹤前辈您放心，我会想办法带您出去的。楚风安抚说道。尽管对于此处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楚风还是有这个信心的。楚风现在已经确定，这里就是诸葛元尊所留下传承和宝藏的地方，只是因为金鹤真仙他们修为太弱，所以才无法触及到那些东西，才会觉得这里只是一个困住他们的世界而已。但楚风不一样，楚风不仅是至尊境高手，还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只要修为恢复，精神力也恢复，他就可以尝试着破解此地的秘密。对了，楚风，老毒物也在这里。忽然金鹤真仙对楚风说道。老毒物是谁？楚风问道。就是那个穿着布衣的和尚的啊，他在百炼凡界也帮过你的，你不记得了吗？金鹤真仙问道。原来是这位前辈，记得，我当然记得。听闻此话，楚风大喜，甚至激动地站起身来。他怎么可能不记得布衣老僧呢？金鹤前辈，那位前辈现在何处？楚风赶忙问道。这布衣老僧，楚风也是在百炼凡界相识，并且还是这布衣老僧带着楚风见到了赵红的本体。当时布衣老僧拿走了赵红身上的轮回珠，后来赵红融合轮回神体，未能彻底得到轮回神体的力量。正是因为布衣老僧当年拿走的轮回珠内还残留着轮回之力，倘若能将那轮回珠归还给赵红，那赵红便可以彻底掌握轮回神体。现在楚风竟在此处遇到了布衣老僧，自然高兴，主要他是替赵红高兴。那老毒物一直想着离开此地，所以一直在寻找离开的方法。这一次他出去时间已经很久了，算一算时间，他应该快回来了。金鹤真仙说道。他去哪里？我去找他。楚风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布衣老僧。楚风，你修为恢复之前不要妄动，现在你所在的区域乃是安全区域，最多山林之中藏有凶兽，并不会有其他危险降临，但你若离开这个区域，外面便有结界猛兽，那结界猛兽非常强横，可不是你能抗衡的，所以在你修为恢复之前莫要乱走，还是留在此地等布衣老僧回来吧。金鹤真仙劝道。听得此话，楚风也觉得很有道理，现在的他还真是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不然也不会被那只弱小的凶兽吃掉了。对了，楚风小友自当初一别也是过去了几年时间，以楚风小友天赋，不可能原地踏步，必然修为大涨。老夫很好奇，现在的你是何修为？金鹤真仙问这句话的时候，他看向楚风的目光都有了变化，毕竟当初他就对楚风寄予厚望，觉得楚风以后是能冲出星域的强者。前辈，我……楚风刚要回答，可外面却传来了阵阵呼唤。金鹤老兄，金鹤老兄可在？听到这个声音，金鹤真仙便赶忙向宫殿大门走去，见状楚风道也是跟了过去，推开殿门，有两个身影站在殿门外，其中是一位老者，这老者头发都不剩下几根了，咧嘴一笑，就连牙齿都没剩下多少，真的是老到了一定境界。而老者的身后站着一名年轻女子，女子颇有极为姿色，看上去十分乖巧，乃是大家闺秀的模样。殿门打开之后，无论是那老者还是那名女子，目光便立刻落在了楚风身上。哎呦，这位便是楚风小友吗？那老者更是兴奋地大喊起来。赵老头，你这么激动做什么？金鹤真仙瞥了这老头一眼，随后才笑着对楚风说道。楚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做赵子生，他来自诸天星域，是我在这里才认识的，并且他来得很早，被困在这里也有几千年了，算是这里的元老之一。而这一位是赵子生的小孙女，叫做赵梦露。金鹤真仙为楚风介绍道。在下楚风，幸会赵前辈，幸会赵姑娘。楚风上前施礼道。随后他们四人便闲聊起来。经过闲聊，楚风也是知道金鹤真仙在此处曾多次向此处的人们提起过楚风，讲述楚风的事迹。而这位赵老头更是对楚风非常感兴趣，并且别看他被困在这里几千年了，但是他却始终觉得有一天可以离开，一直嚷嚷着若是有朝一日能离开此地，便将他的孙女赵梦露许配给楚风。当然那只是玩笑话，毕竟他不认识楚风，就算离开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楚风，纯粹是欣赏楚风的天赋，又想激励他的孙女，这才说着玩的。可谁曾想楚风也会进入此地呢？当得知楚风也进入此地后，这赵老头便立刻将他的孙女赵梦露带了过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楚风能感觉到这赵老头是很想撮合楚风和赵梦露的。楚风小友啊，这金鹤老头可没少跟我们夸赞你，说你是他至今为止见过最强的修武天才，不知你现在是何修为？忽然那赵老头对楚风问道，而他此话一出，还不待楚风开口，金鹤真仙便说话了。赵老头，我怕你被吓到，所以先给你打个预防针。楚风小友的天赋可非常利奥的，虽然我与他分开只是短短几年时间，但他的修为
不可能停滞不前，很有可能会突飞猛进。金鹤真仙说道：“行行行，不用你说，我要听楚风小友说。”赵老头不耐烦地白了金鹤真仙一眼，这才看向楚风。与此同时，金鹤真仙以及赵梦露也都看向楚风，在他们的眼中，同样都充满了期待。见他们对自己寄予厚望，楚风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生怕他们失望的楚风先是轻咳了2声，这才说道：“说来惭愧，楚风虽然刻苦修炼，但修为增长仍是欠缺，如今也只是刚刚踏入至尊境而已。”什么至尊境？只是楚风此话一出，那3人皆是一脸惊吓。楚风，你说你现在是至尊境？金鹤真仙再度问道。一品至尊，楚风说道。见楚风如此确定，金鹤真仙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但与此同时却是眉头紧皱，满面愁色。金鹤前辈，您怎么了？楚风问道。没事没事，楚风啊，你刚刚进入此地，经历了那可怕的结界阵法，必然身体不适。不过你要着急，一起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也不打扰你了。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得好，也许你的修为恢复的也会更快一些。金鹤真仙一边说着，便一边推着楚风向楚风的寝殿行去。而楚风早就不想与那赵老头还有赵梦露闲聊了，见金鹤真仙这样说，便连连点头，回到寝殿休息去了。只是当楚风走后，金鹤真仙却是长叹一声，看来楚风小友是受了不小的刺激啊。是啊，居然都得了妄想症了，居然说自己是至尊境，他可知道至尊境是什么概念？那赵梦露说道。梦露不得无礼。见状，那赵老头训斥道：“爷爷，不是我无礼，你看他居然说他是至尊境。金鹤爷爷不是说当初与这楚风在百炼凡界道别的时候，楚风还只是五祖境吗？短短几年时间，他修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变化？如果他说自己现在已经踏入真仙境，那勉勉强强的我也都信了。可他居然说他踏入了至尊境，这也太扯了！别说我不信，你信吗？”赵梦露对赵老头问道。这个虽然赵梦露话说的难听，但赵老头也不可否认，其实他说的很对。事实上，就连金鹤真仙也连连摇头，叹息不断。就连他也觉得楚风的回答太扯了，就算楚风天赋再厉害，也不可能短短几年时间跨过真仙、天仙、武仙、尊者等境界，踏入至尊吧。莫说至尊境，只是尊者境，那都是可以在大千上界纵横的存在啊。要知道，金鹤真仙身为道皇宫公主，修炼至今也仍停留在武仙境巅峰，但道皇宫可是在大千上界除了处世天族外最强的势力之一。根据金鹤真仙了解，哪怕是处世天族的最强者，也只是尊者境而已，并且还是尊者初期。楚风就算天赋异禀，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踏入至尊境。这也是为何金鹤真仙会说楚风受了刺激的原因。他并没有怀疑楚风在说大话，因为他知道楚风不是那种爱说大话的人，但他觉得楚风定然是遭受了刺激，所以才会思想不稳定，说出了这样的话。梦露啊，楚风小友刚刚进入此处，不适应很正常，但他的天赋我是见识过的，他真是少见的修武奇才，是妖孽级的天才。我听说你做饭很有一手，不如你平日里多照顾楚风，多陪陪他，也许他心情好了之后，精神也会恢复得快一些。而待得他修为恢复，那个时候他到底是何境界，我们不就清楚了吗？根据我的推测，楚风小友的天赋踏入真仙境一点也不难，就算踏入天仙境，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金鹤真仙说道。天仙境？金鹤爷爷，您说的是认真的吗？他如此年纪会有天仙境的修为？那赵梦露很是不可思议地问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梦露？金鹤真仙说道。对，金鹤这老头从来不骗人。梦露，你可要好好照顾楚风，人家这样的天赋，若不是被困在这个地方，肯定看不上你，你要把握机会，知道吗？那赵老头也是在一旁说道。知道了，爷爷。赵梦露点了点头。到了次日，楚风修为还没恢复，索性他也出去逛了逛，想要了解一下此处的情况。发现此地就如金鹤真仙所说一样，虽然这里的人都是被那黑色结界卷进来的，但是时间太久，他们早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一眼望去，完全不像是被困在这里的人。因为大家有说有笑，气氛非常融洽，这也正常，毕竟有些人困得太久，已经在此处结婚生子了。那赵老头便是如此，他是来到此处后，在这里找了一个老伴，而后又生了儿子，这才又有了赵梦露。所以莫说赵梦露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就连郝梦露的父亲也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了解外面有多危险，关于外面的事情他们都是听说，而他们所见识到的，真正了解到的只有这里的一切。所以他们许多人并不渴望外面的世界，他们觉得就算一直被困在这里也很好，毕竟对于他们而言，可能这里才是他们的世界。而接下来的日子，楚风也避免不了与金鹤真仙交谈。楚风知道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不仅是多年的好友，他们两个还是一起探索一座遗迹时被卷入此地的，并且是离开百炼凡界没有多久就进入了此地。至于楚风，也是与金鹤真仙讲述了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比如自己就是楚轩辕的儿子楚风，并且现在的他已经回到了处世天族之中。当得知这些事情，金鹤真仙也很是意外，毕竟当初在百炼凡界的时候，楚风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如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都不知道楚风就是楚轩辕的儿子，他们可能怀疑过，但楚风不承认，他们便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如今得知楚风就是楚轩辕的儿子，并且已经得到处世天族认可，金鹤真仙自然感到意外，毕竟楚轩辕在金鹤真仙心中可是有着特殊地位的。当年楚轩辕以天才之资降临大千上界，莫说处世天族，就连金鹤真仙以及布衣老僧这些人也是对楚轩辕寄予厚望。而后楚轩辕被处世天族关押起来，金鹤真仙等人
更是为此而感到痛苦和难过。倘若楚风真的是楚轩辕儿子，那么在金鹤真仙心中的位置与期望也会发生变化。不过现在的金鹤真仙对于楚风的话却不敢太相信，他怀疑楚风是受了刺激，毕竟楚风都说了自己是至尊境的话，所以金鹤真仙对于楚风说自己的是楚氏天族族人以及楚轩辕之子的话，乃是半信半疑。但他也不着急，他觉得楚风迟早会恢复正常，那个时候真相自会大白。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日时间，那赵梦露每日都会来看楚风，并且还会为楚风准备点心以及精心熬制的汤汁，有的时候还会主动带楚风去逛一逛这里，为楚风讲述这里的事情和东西。总之，对楚风照顾的可谓无微不至，就像一个贴心小丫鬟一样。不过可惜，这赵梦露并不是楚风喜欢的类型。楚风也明白赵梦露的意图，为了不让她有太多幻想，楚风始终与赵梦露保持着一定距离。时间飞逝，转眼间，楚风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5日时间。5日时间内，楚风无论是修为还是精神力，都仍是无法使用，就连修炼也是没有办法修炼。可是外面的人看到了楚风，就像打鸡血了一样围上来，所以楚风决定不去人多的地方，而是自己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逛逛。此时，楚风来到了一片丛林，刚好发现了一些果子。吃掉果子之后，楚风觉得这果子非常的难吃，简直无法下咽，于是便立刻丢掉。可是很快却惊愕地发现，不小心吞入腹中的果子竟让自己的修为有所松动，这果子能加快我修为的恢复。很快，楚风确定了这一点，于是楚风欣喜若狂，开始寻找更多的果子，并且一路深入。可是走着走着，楚风却听到了一些声音，那是赵梦露的声音。不仅赵梦露，还有其他人的声音。若只是如此，楚风不会理会，毕竟他本就不喜欢赵梦露，也不想与他有太深接触。若不是赵梦露每日来找自己，并且太过主动，自己无法拒绝，楚风根本不会理他。可是偏偏此时，这赵梦露他们所聊的话题之中提到了楚风，这让楚风充满了好奇，于是便悄悄地靠近了过去。靠近之后，楚风发现和赵梦露站在一起的乃是2个女的，5个男的，而其中一个身材挺拔的男子与赵梦露的关系更是非常亲密，竟然将赵梦露拦在怀中。对此情形，其他几人也是毫不避讳，显然都知道赵梦露与那男子的关系不简单。梦露，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个楚风了吧？我都好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我听说你每日都做点心给那个楚风。那名男子说话的时候尽是醋意。萧玉哥哥，我刚刚不是和你说了，我是被我爷爷逼的，我根本就看不上那个傻子。赵梦露说道。傻子？金鹤大人不是说那楚风乃是修武奇才吗？旁边一名女子问道。修武奇才？我呸，吹牛奇才还差不多，你们都不知道，我爷爷问他如今适合修为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赵梦露说道。怎么说的？众人好奇地问道。他居然说他是至尊境。赵梦露说道。什么？至尊境？哈哈哈，果然是个傻子。听得赵梦露的话后，那几人也是哄堂大笑。梦露，要不我与你爷爷摊牌吧？我萧玉好歹也是5祖巅峰，你爷爷难道不会同意？那抱着赵梦露的男子说道。萧玉哥哥，你若是100岁以内5祖巅峰，我爷爷自会同意。可萧玉哥哥，你已经1000余岁了，而我才500岁，我爷爷可能不会同意。赵梦露说道。原来你多500岁了呀，那可是老女人了呀。忽然之间，一道声音响起，话语之中还充满讽刺意味。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赵梦露等人都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几人在这里交谈，可是秘密会谈，自然不愿意让他们的话传出去。是谁？滚出来！此时，那名萧玉则是冲着林中大喝一声：“是我！”怎么了？楚风口中吊着树叶，手中提着果子，悠哉悠哉的自树林之中走了出来。楚风，楚风虽然到来才只有5日时间，但却早就成为了此地的名人，所以他们都认得楚风。当看到楚风之后，无论是赵梦露还是其他人，都被吓得一惊，毕竟他们刚刚所说的坏话可都是冲着楚风的。楚风，误会，这是误会。赵梦露最为慌乱，竟挣脱那萧玉的怀抱，向楚风走去。他其实很怕楚风，最主要的是怕金鹤真仙和他的爷爷，尤其金鹤真仙5仙巅峰的修为，在这里可是最强的存在。而金鹤真仙如此看好楚风，他自然不敢得罪楚风。只是看到赵梦露对楚风那般惧怕的模样，并且主动向楚风狂奔而去，却让那萧玉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凶狠。误会个屁！那萧玉说话间便走上前去，一把将赵梦露拦在了怀中，并指着楚风说道：“你这废物，来的正好，今日我就让你明白一件事。何事？”楚风问道。梦露是我的女人，以后你离她远一点。那萧玉说道。梦露是我的女人，以后你离她远一点。那萧玉一边抱着赵梦露，一边还对楚风趾高气昂，在他的脸上有得意有嚣张，可笑的是竟然也有一丝慌张。看到这样的萧玉，楚风则是扑哧一声笑了，他真的是忍不住了。虽然这些人的年龄都比楚风大了几百岁，但他们的心性修为似乎都比楚风要弱得多，所以楚风也不想与他们计较，于是说道：“这件事不要与我说，是你的女人天天来缠着我的，所以好好管好你的女人，如果你管得住的话，此事我也不快计较。”楚风说完此话，便拎着手中的果子准备离去，但人都是有自尊的。楚风这一番话明显刺激到了赵梦露的自尊心，明明很怕楚风的他，却忽然来了胆量。楚风，要不是看在金鹤真仙的面子上，你以为我会给你煲汤送点心？这些日子你对我动手动脚，各种献殷勤，我何时搭理过你？赵梦露指着楚风说道。什么？他竟然还敢对你动手动脚？听闻此话，那萧玉脸上怒容更盛，就连其他人也是感到意外，因为楚风表面看起来好像不是那样的人啊。是啊，萧玉哥哥，他还趁机想要霸占我，若不是我誓死不从，他可能已经得手了。
赵梦露一边说着，竟然还哭了出来，那梨花带雨的模样，真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而听到赵梦露番话，楚风的眼中都涌现出了极度的惊讶。这些日子，赵梦露各种对他献殷勤，若不是楚风保持距离，各种拒绝，这赵梦露可能早就已经对他献身了。怎么现在他居然说这种话？他怎么好意思说的呢？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他竟然还想霸占你的身子，我萧玉都还没碰过呢。此时，那萧玉气得脸色涨红，咬牙切齿：“萧玉哥哥，你都不知道这个楚风有多喜欢我。我跟他说，我喜欢吃果子，你看他这不就去采果子给我了？”赵梦露指着楚风手中的果子说道：“还真是。”萧玉以及在场的其他人看着楚风手中的果子，都信以为真。我真他妈的冤啊！此时楚风则是哭笑不得，这明明是楚风发现这果子有解封修为的效果，这才采摘来的，怎么就成了是给这赵梦露采摘的了？这女子到底是有多不要脸啊！真是完全刷新了楚风对她的看法。楚风，你以后别缠着我了，我真的不喜欢你。我刚刚对萧玉哥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的心里话。但咱们小辈之间的事，咱们小辈之间解决。你要是个男人，就不要去和金河大人他们说。赵梦露一边哭一边对楚风说道。而最令楚风哭笑不得的是，这赵梦露一边颠倒黑白抹黑楚风，竟还一边想着楚风不要将此事告诉金河真仙他们。这个女人还真是心机啊，但却是那种非常愚蠢的心机。其实楚风本来就没打算将此事告诉金河真仙，但是赵梦露抹黑自己，这种事楚风就绝不能忍。于是楚风大袖一挥，将袖子褪下后，露出了自己的手腕。而在楚风手腕上，则是有着一个闪烁着红色光芒的手链。那手链极为漂亮，看到那手链，赵梦露脸都绿了，因为那手链是他精心准备送给楚风的。本来楚风还拒绝，但赵梦露却以这手链能够加快修为恢复为由，劝楚风戴上。正因这样，楚风这才收下。梦露姑娘，你说是我缠着你，还想强行霸占你，那这手链你怎么解释呢？你可别说这是我强行从你身上夺走的。若是我强行夺走，为何手链之中还有你的气息？楚风说话间，手指触碰手链，随后手链竟然光芒四射，紧接着映射出了赵梦露的身影。那是阵法所化，但却非常真实，就如真的一般。那阵法不仅是赵梦露亲自布置，还融入了自己的气息。最重要的是，那阵法所化的赵梦露穿着非常的暴露，并且还会说话。楚风弟弟，我给你做的点心，你可要记得吃哟，不要怕吃光，我每天都会给你送。另外，你最近太累，记得多多休息。此话说完，赵梦露凝聚的阵法虚影还嫣然一笑，那笑容别提多甜了。笑容过后，这才消散。看到这样的阵法，莫说萧玉，就连其他人都对赵梦露刮目相看。刚刚那阵法简直就是用来勾引楚风的。事已至此，无需多言，就已是真相大白。根本不是楚风缠着赵梦露，而是这赵梦露缠着楚风。梦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阵法之中有你的气息，别说不是你弄的。此时，那萧玉气脸色通红，可谓是七孔冒烟，可能连心肝脾肺肾都快炸了。这是我爷爷让的，是我爷爷逼我的，我也不想的。赵梦露解释不下去，便蹲在地上痛哭起来。但人们都了解赵梦露的爷爷，他爷爷也许会逼着赵梦露接近楚风，照顾楚风，但绝对不会逼着赵梦露去弄这样的小把戏。妈的，你这兔崽子，我要打死你！可谁曾想，萧玉怒火攻心之下，竟把怒火撒向了楚风。这也正常，毕竟他实在是喜欢赵梦露，就算他对赵梦露有气，也不可能去打赵梦露。这就像是生活中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子，结果这个女子却喜欢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得不到自己喜欢的女人，自然有气，但就算有气，也不会把怒气撒在女人身上，往往会去教训那个女人所喜欢的男人。虽然这是很不理智的行为，但往往有些男人就是这样不理智。这萧玉就是这样的男人。而就在眨眼的功夫，那萧玉已是来到楚风近前，他抬起手来，便想向楚风的面门打去，但是他却又停住了，随后竟调转方向，将拳头对着楚风的腹部轰击而去。见此情形，楚风笑了，他知道这萧玉为何犹豫，想必是害怕打坏了楚风的脸，被金鹤真仙发现吧。而就在此时，那萧玉的拳头已是击中了楚风的腹部，楚风因修为没有恢复，所以直接飞出数百米之后才落了下来。当然，楚风虽然修为没有恢复，但肉身却相当强横，所以萧玉这一拳下去，只是楚风看着狼狈，实际上毫发无损。楚风，你给我听好了，以后不许缠着梦露，另外必须守口如瓶。今日的事，你若敢传出去，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那萧玉恶狠狠地威胁道。看到自己的萧玉哥哥如此威风，赵梦露害怕的同时，也是有些得意。梦露，你也给我好好反思一下。随后，萧玉一脸狰狞地对赵梦露说道。说完此话，竟跃空而起，直接离开了。赵梦露他们还以为萧玉是生气了，所以才离开，但所有人都知道的是，萧玉离开之后，没飞出多远，便又落入了丛林之中。落地之后，萧玉蹲在地上，面容竟变得更加扭曲，疼得龇牙咧嘴，看着自己那碎裂的手骨，眼中更是涌现出了恐惧。那个家伙怎么回事？为何身体如至宝一般坚硬？我的手竟然难以恢复。萧玉害怕了，他不太明白为何这一拳下去之后，他的手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当然不知道，虽然楚风修为不在，但毕竟是至尊境的肉身，他区区无阻，胆敢用他的肉身与楚风肉身对拼，这自然是自寻死路。除非楚风出手帮他医治，否则在这里没人能帮得了他。就算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出手，也是救不了他。他的这只手已经废了。至于楚风，早就站起身来，他什么事都没有。刚刚萧玉打他那一拳，将萧玉的手打废了，但楚风的感觉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而已。也许这就是修武的好处吧，只要到达一定境界，哪怕你在睡觉，比你弱的人偷袭你，
但却也无法奈何。楚风虽被打了一拳，但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他并不打算与这些人继续计较。简单的说，在楚风看来，这些人不配让自己大动干戈。随后，楚风便继续采摘果子，只是走着走着，楚风感觉一阵痛苦自体内散发，席卷全身，而那痛苦竟是来自于的界灵空间。糟糕！感受到这一情况，楚风便暗叫不好。他此时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雨莎和蛋蛋。雨莎和蛋蛋可是还在自己的界灵空间之内闭关修炼，但楚风刚想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自己的界灵空间，便感觉头晕目眩，自己浑身的力气都消失了。是界灵空间，界灵空间正在吞噬楚风所有力气。这种情况下，楚风很快便陷入了昏迷，瘫倒在了地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楚风才猛然苏醒过来。醒过来的楚风二话不说，赶忙进入了界灵空间。当进入界灵空间之后，楚风便赶忙观察蛋蛋和雨莎，发现他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后，楚风才松了一口气。这感觉，但很快，楚风面露喜色，他惊愕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精神力已经恢复。于是，楚风赶忙看向天师浮尘。原本天师浮尘并无异样，但当楚风的目光落在天师浮尘之后，天师浮尘却立刻有了变化。血色浮尘开始释放出血色气焰，血色气焰在界灵空间之内不断变化，化为4行文字。那文字如下：天师浮尘，乃天师神宗开山祖师之物，以偷天灰晶石、7界仙羽丝、太古圣兽血打造而成。此宝可破密的道基元，守本主强结界，乃天师神宗10大镇宗法器之一。看着立于虚空的字体，楚风知道了天师浮尘的来历。而下一刻，天师浮尘竟主动飘向楚风，将天师浮尘握在手中。楚风终于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件宝物的力量。这一刻，楚风也是兴奋不已。身为界灵师，若得此物，当真如虎添翼。血雾天尊，你还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楚风欣喜地说道。精神力恢复，楚风便赶忙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毕竟修为不可能无缘无故被封锁。很快，楚风发现了原因，自己的灵魂被一重暗黑色的力量封锁了。那暗黑色的力量非常的危险，越是观察，越能感觉到它的危险。而这应该是那暗黑结界门内所散发的力量。楚风见状，赶忙运用结界之力将其破解。庆幸的是，这东西虽然可怕，但好在数量不多。楚风倒是轻松将其从灵魂之中剥离开来。破解之后，楚风无论是修为还是结界之术，都已恢复开来。诸葛元空前辈，终于可以领教一下你所留下的这个宝藏了。楚风觉得，如今自己状态全开，也是时候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之中闯荡一番。可就在这时，阵阵轰鸣自外面传来，那个方向竟是所有在此地居民所居住的方向传来的。但是根据楚风所知，那个区域非常安全，莫说那些结界巨兽，就算是凶兽和猛兽也不敢踏入其中。现在怎么会有轰鸣传来，并且还有涟漪肆虐？楚风意识到不妙，赶忙纵身而起，向那里飞掠而去。此时，在这里居住的所有修武者都已从房屋之中飞掠而出，他们聚集在一起，待在一座守护结界之中，紧张地望着远方。那里乃是他们居住区域的边界线，那里原本有着无形的守护结界，无论是凶兽还是结界巨兽都无法越过那守护结界。但现在不仅有结界巨兽越过了那守护结界，并且还有成千上万只结界巨兽正在疯狂地向此地扑杀而来。那结界巨兽个个高达几十米，身形4人，皮肤漆黑，双眼血红，利爪如刃，面容更是无比的狰狞。在他的脸上没有鼻子，但却有几十只眼睛，几十只眼睛密密麻麻堆叠在一起，非常的恶心。但他们最可怕的并非是那诡异而狰狞的容貌，最可怕的是那些结界巨兽极为强大，几乎全部都是5仙境的存在。5仙境，这对于此处的大部分修武者来说都是难以抗衡的存在。但幸运的是，现在有2道身影手握冰刃，立于那结界之前，正在与那些结界巨兽进行对决。其中一个乃是金鹤真仙，而另外一个竟是布衣老僧。老毒物，怎么回事？怎么引来了这样的怪物？金鹤真仙一边拼命地斩杀那些结界巨兽，一边对布衣老僧问道。因为他发现此时出现的结界巨兽和他们之前遇到的不太相同，这些结界巨兽不仅残暴，更是能够越过守护结界。我深入了危险区域，找到了一道黑色的大门，将大门推开之后，就出现了这些结界巨兽，数量奇多。布衣老僧说道，数量再多也不是你的对手，你怎么不将他们甩开再回来？怎么引到了此处？金鹤真仙有些责备地说道，若是能够甩开，我也不可能引到此处。这些结界巨兽根本就斩杀不尽，并且速度太快，我根本就甩不开他们。我已经与他们斗了几个日夜，继续下去我必被他们耗死不可。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想着回到此处，毕竟此处有守护结界，能将他们挡在外面。谁曾想这些怪物竟然连守护结界都不怕。布衣老僧也是悔恨不已，他还是低估了这些结界巨兽。你这老毒物，惹了大祸了！金鹤真仙大骂道。但事已至此，他们却也没有办法，只能全力阻挡。若是有一只结界巨兽闯过了他们这道防线，那对于他们身后的那些修武者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战斗的轰鸣太过刺耳，再加上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的对话并未宣扬，所以这些赵老头等一众修武者根本没听不到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的对话。但同样的，他们也很紧张，很害怕。他们也能感受到那些结界巨兽与他们之前看到的不太相同，所以他们都躲在一道结界之内。那结界乃是至宝所催动的，防御力量倒是极强，而那是金鹤真仙出战之前为他们准备的最后的一道避难所。但哪怕如此，众人还是心惊胆战，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联手。
还会如此吃力的情况。尤其是赵梦露等后辈，更是吓得蜷缩在赵老头等人的身后，瑟瑟发抖。赵前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怪物？忽然间，一道声音响起，回头观望，乃是楚风。楚风少侠，你快躲进我们的结界阵法之中。见到楚风，赵老头赶忙将结界阵法张开，随后将楚风拽入结界之中。而看到楚风归来，赵梦露以及萧玉等人顿时脸都吓得变了颜色。先前他们不仅辱骂楚风，萧玉甚至还对楚风出手，当时是因为盛怒之下失去了理智，现在理智恢复，他们真是越想越怕。他们就害怕楚风把事情说出来，若是说出来，他们谁都别想好过。但令他们意外的是，楚风看到赵老头根本就没有提那件事，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见此情形，那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十分窃喜，甚至还有人暗中传音于萧玉，对其进行夸赞。萧兄，你那一拳没白打，这小子被你吓到了，吓得都不敢告发我们。对，什么狗屁天才，原来胆小如鼠。那些人不仅夸赞萧玉，更是羞辱楚风。有些小人就是如此，明明是楚风不与他们计较，可在他们眼中却成了楚风胆小怕事。听到这些声音，萧玉也甚是得意，可得意的同时，他却又看向了自己的袖子，那藏在袖中的手至今没有恢复，甚至越来越眼中，这让他十分担心。原来是布衣前辈引过来的。没关系，我来解决吧。楚风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说话间便准备向外走去，准备帮助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解决掉那些结界巨兽。楚风小友，你疯了，千万别过去，你若过去了，只会给金鹤大人和布衣大人添麻烦啊。可还不待楚风走出去，就被赵老头等人强行拉住了。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纷纷开口劝阻：楚风，你想死没关系，可别拉着我们做垫背的。而此时，那赵梦露以及萧玉等人更是对楚风大吼大叫，甚至出言斥责。若是平时赵梦露他们胆敢这样与楚风说话，赵老头等老一辈必然会斥责，甚至乎大打出手。但是现在事关生死，他们并没有说什么，甚至赵梦露等人更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可就在此时，伴随着阵阵恐怖的怒吼传来，竟有一只结界巨兽冲破了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的防线，正在向他们飞奔而来。那结界巨兽还未靠近，便大嘴一张，一道武力光束自其口中射了出来，砰的一声巨响，直接落在了那结界之上。虽然金鹤真仙运用至宝布下的结界将那武力光束挡了下来，但那结界上面却已是布满裂痕，随时都会崩溃瓦解。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结界根本无法继续抵挡那结界巨兽的攻势。快逃！你们快逃！金鹤真仙被其他结界巨兽缠住，根本无法抽身解救，无奈之下只得对众人大喊。而听到金鹤真仙的声音，赵老头等人也是二话不说，转身就逃。可是刚跑出没多远，赵老头便赶忙回头，他发现楚风竟然没有逃，不仅没有逃，竟然还在向那结界巨兽走去。楚风小友，你不要命了吗？赶快回来！见状，赵老头不由大喊起来，而他这一喊也是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于是在场的所有目光，包括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都是看向了楚风。就在这时，那结界巨兽已是来到楚风面前，他抬起黑色的大脚就向楚风踩去。这结界巨兽是想要将楚风活活踩死，可只见楚风抬手一拳，紧接着的一声巨响，那结界巨兽连一声哀嚎都没有发出，便被轰成了粉碎。看到这样一幕，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甚至怀疑自己看错了。因为愣神，所以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也落入了险境。那些结界巨兽已是向他们围攻而去，当他们意识到不妙的时候，早就为时已晚，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了。可就在这时，阵阵轰鸣不断传来，那些将布衣老僧和金鹤真仙团团围住的结界巨兽竟然全部爆体而亡。不仅仅是围住他们的结界巨兽，原本正在围攻而来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结界巨兽们，此时竟然全部爆体而亡。远处的天际轰鸣不断，恐怖的结界巨兽正如烟花一般绽放。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都是不知所措，但很快他们发现了一道身影，是楚风。先前还在他们后方的楚风，此时竟已在那千万结界巨兽之中，并且正在向他们的方向返回。楚风，你看到楚风，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都是一脸惊愕，他们突然间意识到楚风的修为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他们，因为那些结界巨兽必然是被楚风所杀。可就在此时，又有阵阵怒吼自远方传来，顺声观望，所有人都是面如死灰。远处的天际黑压压的一片，仔细一看，竟是成片的结界巨兽飞掠而来。这些结界巨兽个个身长几百米，而伴随那些结界巨兽而来的，乃是更为恐怖的气息，那种压迫感，就连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也是感到绝望。尊者境，那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而来的巨兽们，竟全部都是尊者境。别说那些无数只巨兽同时到来，只是随便一只，都不是布衣老僧和金鹤真仙能够抵挡得住的。死定了，他们死定了！这是眼下所有人心中的想法。可就在此时，只见楚风一掌轰出，紧接着磅礴的武力自其手掌掠出，那武力急速扩大，并且蠕动变化，很快便化作一只巨大的武力手掌。而那武力手掌竟高达几万米，高达几万米的武力巨掌，连虚空都被震得碎裂开来。看到那武力巨掌之后，那些尊者境的结界巨兽竟然发出惊恐的尖叫声，随后调转身形，竟然是要逃。原来这些结界巨兽也会害怕，但为时已晚。楚风的武力巨掌已是轰然而至，只见武力巨掌所过之处，万物尽毁，天塌地陷，一道又一道的巨兽身影在那武力巨掌的面前被碾碎开来。不过顷刻之间，那遮天蔽日而来的结界巨兽就被全部抹杀。而这一幕不仅仅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看到了，
赵老头、赵梦露、萧玉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无一例外，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已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他们脸上已不是震惊，而是惊吓。他们都被刚刚的一幕所吓到，但此时吓到他们的却并不是那些结界巨兽，而是楚风。此时的楚风背对着他们，立于远处的虚空，那身影是那般的渺小，但带给他们的冲击却是如此巨大。前辈，好久不见！就在众人震惊之际，楚风却已来到了布衣老僧身前，正在对布衣老僧施礼。楚风，你该不会真的踏入了至尊境吧？忽然，金鹤真仙开口问道。他之前怀疑过楚风，甚至觉得楚风可能是受了刺激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他现在却开始怀疑自己了。至尊境。而当金鹤真仙问出这句话后，就连布衣老僧也是一脸惊讶。他虽然亲眼看到了楚风只是一掌就将那遮天蔽日的尊者境巨兽全部抹杀，但在布衣老僧看来，楚风应该是尊者境，最多境界更强一些。至尊境，他想都没敢想啊！而听到金鹤真仙这句话后，楚风忽然笑了。原来金鹤真仙是在怀疑他。于是楚风衣衫舞动，随后自其体内便有磅礴的气息释放而出。那气息之强，覆盖天地数万里，山川、江河、湖泊以及海洋都被楚风的气息所封锁。那气息之强大，掌握了这方天地的所有一切。他一念之间，可让山川崩塌；他一念之间，可让江河倒流；他一念之间，可让海洋蒸发；他一念之间，可是取这数万里之内所有生灵的性命；他一念之间，可让万物尽毁，让这里的一切灰飞烟灭，当然无存。这便是至尊境的力量吗？这便是至尊境强者。此时，莫说其他人，就连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这等人物都是面容呆滞，被吓到近乎傻了。怎么能不怕？只要楚风一个念头，他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便将身形俱灭，爆体而亡。当然，楚风不想吓到在场的众人，所以这气息只是释放了一瞬间，便被收了回来。可哪怕如此，许多人还是被吓得瘫倒在地，甚至昏迷了过去。不少人都被吓得尿了裤子，甚至还有人大哭起来。尤其是那萧玉，他此时躺在地上，已不是身体颤抖，而是身体抽搐。想一想，他先前竟然挑衅了至尊境的存在，并且还打了至尊境一拳，他此时此刻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同时，他终于知道为何他的手会难以治愈了。原来对方乃是至高无上的至尊境啊！楚风小友，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同时说道。若要说其他人，最多是被楚风的力量所吓到，但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可就是感慨万千了。毕竟当初在百炼凡界的时候，楚风还是一个需要他们庇护的后辈，可转眼间，楚风境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成长到他们无法抗衡的怪物，楚风随手一掌就能尽数抹杀。几年时间而已，这对修武者来说算个屁啊！可偏偏楚风就有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样说来，你真的是楚轩辕的儿子了？金鹤真仙激动之余，也是再度问道：“前辈，这件事我怎么会骗你？”楚风则是哭笑不得，他没想到连这件事金鹤真仙都会怀疑，是老夫愚钝了，是老夫愚钝。金鹤真仙笑着说道：“原来楚风小友当真是楚轩辕的儿子吗？”听闻此话，布衣老僧也是欣喜若狂。早在百炼凡界的时候，他们就怀疑过楚风可能是楚轩辕的儿子，但楚风当时不想暴露自己，所以一直隐瞒身份。现在得知，他们当真是喜出望外。你父亲当年可是曾惊艳过我们二人的，不曾想你如今却给了我们更大的震撼。这可真是虎父无犬子，虎父无犬子啊！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皆是感叹连连。楚风大人，忽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原来是赵老头来了。此时的赵老头一脸笑容，而他的手中还牵着他的孙女赵梦露。只是相比于兴高采烈的赵老头，此时的赵梦露却是连看楚风都不敢，身体还无法自控的颤抖着，整个人像傻了一样。楚风大人，可能老夫现在提这件事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见你与梦露相处不错，而梦露对你也更是欣赏不已。你若不嫌弃，我就将梦露许配于你，可好？赵老头此话一出，莫说楚风，就连其他人都惊了。这赵老头也太心急了吧，竟然在这种时候要给赵梦露和楚风定下婚事。但想想也能理解，毕竟楚风可是至尊境强者呀，这等人物不知道多少人想把后人嫁给楚风。赵老头害怕他人捷足先登，这才出此下策。赵前辈，这怕是不行。楚风说道。不行。听闻此话，赵老头先是一愣，但他根本不敢多言，而是笑嘻嘻的说道：“楚风大人，就算叫梦露做妾也行，梦露做妾也行的，只要你们恩爱，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见赵老头如此，楚风甚是无奈，这才说道：“赵前辈，你的孙女早就有喜欢的人了，有喜欢的人了。”不可能，楚风大人，你可莫要听他人胡说啊！我的孙女向来洁身自好，而纵观此地，除了大人，您哪有人能入得了我孙女的眼？赵老头极力解释道。听闻此话，楚风却微微一笑，指向了那远处那被吓得躺在地上浑身都在抽搐的萧玉。那位不就是你孙女的意中人吗？萧玉。赵老头看了萧玉一眼，便连连摇头，笑着对楚风说道：“楚风大人，您定然是有所误会了，我孙女她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萧玉？”赵老头根本就不相信赵梦露会喜欢萧玉，他不是装的，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赵前辈，我可是亲眼看到你的孙女和萧玉在一起，那萧玉还误会我是他的情敌，不仅威胁我，还打了我一拳，诺就打在了这里。楚风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腹部，楚风并没有报复的打算，他只是觉得挺有趣的。什么？萧玉胆敢打楚风大人？这不可能吧？
楚风大人可是至尊境的存在，那萧玉只是区区无阻啊。而听闻楚风的话后，众人则是感觉难以置信，但还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萧玉。面对众人那充满敌意的目光，萧玉则是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萧玉，你可要敢做敢当啊！而楚风则是微眯着双眼，看着那已经浑身抽搐、泪流满面的萧玉。楚风大人，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我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对楚风大人不敬，我该死，我该死！是小人太没见识了，还请楚风大人给小人一条活路，我从今日起远离梦露，再不敢靠近于他。看到他，我转身就走。萧玉猛然跪起身来，不停地掌自己的耳光，但是他却只掌用一只手来掌自己耳光，毕竟他的另一只手已经废了。萧玉，你胡说什么呢？你这是在玷污我孙女的名节，老夫岂能饶你？但见此一幕，赵老头却不愿意了。萧玉承认了这件事不要紧，但把他的孙女也带了进去啊。赵爷爷，楚风大人说的没有错，当时我们也在场，对，我们都在场。可就在此时，有2个女子站了出来，这2名女子乃是与赵梦露关系极好的姐妹，先前在森林里与楚风遭遇时，她们2个的确在场。赵爷爷，这件事你可不能说是萧玉玷污赵梦露的名节，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事实。没错，萧玉敢动手打楚风大人，自然是他不对，但你家赵梦露对楚风大人羞辱更甚，可不是吗？楚风大人之前就与赵梦露说过自己是至尊境，可赵梦露却根本不相信，还与我们说楚风大人脑袋有问题，是个傻子，并且他还说了他根本就看不上楚风，叫楚风大人不要缠着他。可明明楚风大人根本就没有缠着他，反而是他缠着楚风大人，这件事我们可都是清楚的。没错，楚风大人怎会看得上他这种女人，真是不知廉耻。那2个女子说道。她们此话一出，赵梦露真的是感觉快要窒息了。她真的没有想到，这2个平日里关系最好的姐妹，竟然会在这种时候出卖她，这可真是落井下石。你们胡扯！你们是嫉妒我家梦露，嫉妒她与楚风大人关系亲近，所以才故意诋毁她。赵老头依旧不相信人们说的话，但他的脸色也是有些难看了。毕竟不仅仅赵梦露觉得楚风是脑子有问题，其实当楚风说出自己是至尊境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楚风可能脑子出了问题。现在是楚风展现实力了，才觉得楚风是货真价实，但是在此之前，就算打死他，他也绝对不会信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感到愤怒，他是真的觉得这些人在诬陷赵梦露。赵前辈，这件事我们也可以作证，我也在场，我也在。紧接着，当时森林中的其他人也是纷纷站了出来。什么叫做墙倒众人推？这就叫做墙倒众人推。谁都不会想到，先前在森林内还一起对楚风冷嘲热讽的人们，此时竟主动站出来为楚风作证，而这就是实力的力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有些人会展露出可怕的人性。赵梦露，你难道还不承认吗？那些人在说出事实后，更是开始一起逼问赵梦露。爷爷，我错了，爷爷救我！赵梦露早就被吓破了胆，经过这一幕，更是近乎崩溃。于是他扑通一声便跪在了赵老头的面前，哀嚎痛哭。他害怕极了。当见识到楚风的力量之后，他在回想之前对楚风的羞辱，他觉得自己命要休矣，只能向自己的爷爷求助。而看到这一幕，赵老头也是无话可说，瞬间傻眼了。事已至此，他知道楚风说的乃是事实，可这个事实却让他难以承受。枪！突然间，赵老头手臂抬起，他竟亮出了兵刃。你这丫头，真是丢尽我的脸面！我杀了你！赵老头竟勃然大怒，他竟真的要杀了赵梦露。只是他的兵刃刚刚抽出，还未落下，身体便无法动弹了。赵前辈，年轻人嘛，有自己的追求很正常，我都不计较，你也就不要与他们计较了。楚风开口说道。而他此话说完，赵老头那原本被束缚的身体也是恢复了自由。不用说，那束缚住赵老头的自然就是楚风。这一刻，赵老头也是瘫坐在地上，崩溃痛哭。他觉得他一世英名都被自己的孙女给毁了。前辈，你不要怪他，他有他的追求，你不能将你的想法强加在他的身上。楚风走到赵老头身前，将赵老头搀扶了起来，随后竟也将赵梦露搀扶了起来。楚风并不是一个盲目善良的人，反而楚风乃是一个有仇必报、绝不吃亏的人。对他善者，他加倍奉还；而对他恶者，他更是加倍奉还。但对于赵梦露和萧玉等人，楚风却并不想计较。若是按照楚风以往的性格，他们先前那样的羞辱，楚风定然不会让他们继续活下去。但一路走来，楚风也在成长，不仅是实力在成长，同样心性也有了成长。赵梦露和萧玉等人若与楚风同境界，楚风不会让他们好过。但现在差距太大了，他们在楚风面前说是蝼蚁也不为过。楚风真的不想与他们计较太多。说白了，若因为这种事而取了他们性命，楚风觉得都掉了自己的身份。但不计较太多，不代表就忍让，就纵容。这也是为何楚风将这件事说出来的原因，就是想要给予他们一些教训。楚风大人，是老夫教育后人无方，让楚风大人见笑了。此时赵老头也哭了，他对赵梦露还有气，甚至还有杀意，但楚风阻拦之后，他却也不敢动手了，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楚风知道赵老头需要时间冷静，所以没有太多安慰，而是转头看向了萧玉。楚风大人，饶了我吧，我真的知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萧玉依旧在求饶，因为此时周围几乎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都是不善的，反而是楚风最为平和。萧玉知道今日的他可能很难活下去了，就算楚风不追究，但是此地的其他人也必然不会让他活下去。没办法，谁让他得罪了楚风呢？可忽然楚风手臂一扬，一道光束落在了萧玉面前。仔细一看，所有人都是一惊，那竟是一颗丹药。只是这颗丹药不仅光芒流转，更是香气逼人。
一看就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吃了它，你的手会痊愈。楚风对齐萧玉说完此话，还对众人说道：你们也不要难为他了，给他一个机会，何况他犯的也不是大错。萧玉，你可真走了运，遇到了如此心善的楚风大人，就是还不快道谢。此时，那些先前还虎视眈眈的众人纷纷对萧玉说道：多谢楚风大人，多谢楚风大人。而那萧玉则是感激的痛哭流涕，这一次可不是被吓的，而真的是被感动的。他真的没有想到，楚风不仅不与他计较，反而还给他疗伤丹药，还替他解围。若不是楚风，他觉得他今日真的是死定了。至于楚风，他倒没有太多感慨，他本来就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他现在想着的乃是另外一件事：诸葛元尊留下的宝藏之中，可否有能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想到这里，楚风便对众人问道：诸位，你们可想离开此地？离开此地？听闻此话，众人先是愣了一下，可是下一刻，在场的许多人便纷纷点头，想，当然想，尤其是老一辈人物，他们对此的呼声更是非常的高。若想离开此地，就先在这里等我。若是寻得离开的方法，我会回来找你们。楚风不知他要去的地方有多凶险，所以不能将众人带着一起去，将他们留下才是最好的选择。多谢楚风大人，多谢楚风大人！众人兴奋不已，尤其老一辈更是高兴坏了。若是在此之前有其他人说会带他们离开，他们多半不信，但是现在则不一样。楚风可是至尊境啊，天下间还有至尊境办不到的事吗？楚风并未直接动身，而是与布衣老僧以及金鹤真仙询问了一下此处的情况。得知这些诡异的结界巨兽来自一个黑色的大门之后，楚风的心中便已经有了目标。那黑色的大门很可能就是宝藏的入口，而楚风不想耽搁时间，简单的告别之后，便已是御空而起。只是在楚风临行之时，却又随手一挥，下一刻，耀眼而神圣的光芒从天而降，将众人所生活的所有区域都覆盖开来。那乃是阵法。楚风担心他离开之后还有结界巨兽来袭，所以还是布置一道守护阵法，才可放心离开。但看着那遮盖虚空的光芒，众人却是内心震荡。在他们看来，那光芒如此耀眼，那气息如此神圣，这简直就像是神灵带给他们的恩赐。这样厉害的结界之术，他们从未见过。楚风小友，你现在的界灵之术适合境界？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几乎同时开口，他们真的是太想知道楚风如今到底成长到了何种地步。楚风回过头来，淡淡一笑：龙纹级圣袍。而此话说完，身形一纵，已是消失在天际之上。龙纹级圣袍，而是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却已是满面的震撼。毕竟据他们所知，哪怕是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界灵师梁秋大师，好像也只是蛇纹级圣袍而已啊。可是楚风他竟然达到了龙纹级圣袍，那岂不是超越了梁秋大师，成为了祖武星域最强的界灵师？想一想，当初在百炼凡界，楚风还那般弱小，还需要他们庇护帮助。可如今，楚风竟已强大到了这种地步，那种震撼和冲击，当真是只有他们这种见识过弱小之时的楚风才能感受得到。震惊之余，两位老者面面相窥，随后竟忽然笑了：真是妖孽啊！楚轩辕，后继有人了。他们早就知楚风日后必成大器，但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楚风成长的速度竟已到了这种地步。短短几年时间而已，他们本以为在这几年时间内，楚风纵横大千上界还是有些可能的，但不曾想楚风已经纵横星域，并且看这模样，怕是整个祖武星域都少有敌手了吧？此时他们心中有着相同的感叹：什么叫做天才？这他妈的才是天才！至于楚风，按照布衣老僧提示，快速前行，一路所遇到的阻碍皆是无法挡住他，所以并未花费太久时间，他就已经来到了布衣老僧所说的地方。只是当楚风来到那黑色的大门之前时，就连他也是眉头紧皱。那大门立于山峰之间，却比山峰还要更高，它高达几万米，越过云端，直冲天际。但它却通体漆黑，不仅威严壮阔，同时也是十分诡异。此门只是开启了一个缝隙，但那缝隙之中所散发出的压迫感，却已让楚风感觉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种危险的气息，楚风很少遇到，就好像在这门内住着的乃是来自地狱的恶魔。老实说，就连楚风也是有些怕了。楚风不是胆小的人，但此地带给他的冲击，却让他都感到战栗。诸葛元尊前辈，您到底留下了怎样可怕的东西？楚风虽眉头紧锁，目露不安，但最终他还是身形一纵，掠入了其中。就让晚辈来见识一下吧。楚风进入暗黑大门之后，就犹如穿越了一样，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漆黑一片，几乎没有一丝光亮，山脉为黑色，流水为黑色，大地自然也是黑色，就连虚空也是黑色。在这里看不到一草一木，荒凉已不足以形容此地。此地荒凉的已是诡异。可忽然间，在这漆黑一片的世界内，竟出现了无数道血红色的光芒，齐刷刷地投向了楚风。原来这里却并非没有生命，相反，这里有着许多生命体。不过那些生命体却是结界巨兽，一眼望去无穷无尽，无论是天上、地上，还是水中，甚至地底深处，到处都是结界巨兽。当楚风踏入这个世界的一刻，就仿佛一颗巨石落入了平静的湖面，掀起了轩然大波。天地间恐怖而刺耳的叫声震耳欲聋，如蜂群一般的结界巨兽正自四面八方向楚风扑来。但那结界巨兽个个高达100米，如此巨物成群结队，当真是恐怖至极。在这样的攻势面前，楚风的身躯显得极为渺小，但楚风却并未惧怕，甚至都未曾退缩，而是继续向这世界的深处行去。楚风自从进入此处，天眼就发挥了功效，他已经看出这诡异的世界有着一座阵眼，那阵眼极为重要。这里的所有结界巨兽都是那阵眼赋予的生命，就连这个世界也是那阵眼赋予的生命。而那让楚风感动战栗的气息，
自然也是源于那阵眼。楚风猜测，倘若诸葛元尊真的留下了宝藏，那么那宝藏定然就在那阵眼之中。而眼下那阵眼的方向已被楚风的天眼锁定。至于那围攻而来的结界巨兽，楚风不过挥手之间便让他们飞灰烟灭。只是此处的结界巨兽简直数不胜数，无穷无尽。起初楚风还无所谓，但是到了后来，竟然有至尊境的结界巨兽浮现，紧接着2品至尊境的结界巨兽出现，到了后来竟然出现了3品至尊境的结界巨兽。这让楚风意识到，若是继续这样前行，很可能无法到达那阵眼所在的位置，就会被更为强大的结界巨兽所攻击。而最令楚风无奈的是，他早已经尝试着运用隐藏阵法来隐藏自己，但是没有用。那些结界巨兽就好像已经锁定了楚风一样，楚风根本无法避开他们，也无法隐藏自己。看来不能继续深入了，必须想个办法才行。这种情况下，楚风不得不停下了前行的步伐。3品至尊楚风不惧，4品至尊楚风不惧，甚至就算5品至尊，楚风也并非不能一战。但6品至尊呢？楚风距离那阵眼尚远，按照楚风推测，在前方莫说有6品至尊守护，就算7品至尊或者8品至尊境，甚至是至尊巅峰的结界巨兽，都很有可能存在。用蛮力来闯，楚风根本就闯不进去，甚至会葬送自己。忽然一声一声的轰鸣炸响，而伴随每道轰鸣的炸响，大地都会剧烈颤动。顺势观望，只见有10只结界巨兽浮现，每一只都高达几千米的，如10座移动的山峰一般，以顶天立地之姿发出低沉的怒吼，一步一步的向楚风靠近。他身上所散发的威势乃是4品至尊。可是楚风明明已经停止前行了，难道说我就算不继续前行，他们也会找上门来？楚风虽然有了这种想法，但却并未坐以待毙，而是立刻布置阵法。在楚风的催动之下，很快便有10把结界巨剑立于虚空之上。结界巨剑个个长达100米，光芒璀璨，将这漆黑的世界都点亮开来。眼下更是分别向10只4品至尊境的结界巨兽飞掠而去。别看体积相差巨大，但那结界巨剑却极为凶横，那结界巨兽根本无法阻挡，不仅在短时间就将10指巨大的结界巨兽摧毁，更是化作10个守护者，守在楚风周围。凡是有结界巨兽胆敢靠近楚风，都会立刻被那结界巨剑斩灭。只是突然间，一声自远处传来的怒吼，却让此地有了极大变化。那怒吼之威势，莫说虚空大地，就连空间都剧烈抖动。楚风运用天眼观望，能够看到远处出现了几道高达10000米的虚影，尽管距离还很远，但楚风能够断定，那乃是5品至尊境的结界巨兽。果然，就算我不继续深入，他们也会围攻而来。这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破解的地方。楚风眉头紧锁，眼下天师浮尘没有任何反应，楚风在天师浮尘身上得不到任何帮助，而靠他自己，就算运用修武的力量击溃那几只正在靠近的5品至尊境的结界巨兽，可若再出现6品至尊呢？楚风当如何抗衡？虽然很不甘心，楚风已经调转身形，准备撤离此地。小子，你好像需要帮助啊！可忽然之间，一道女子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大喜。楚风不会忘记这个声音，这是那神鹿的声音。这只神鹿乃是楚风在远古种族疾风列族那里所得的远古秘籍。此鹿到底为何存在？到底具备着多强的力量？楚风还不得而知，但楚风却已知道，这只神鹿具备着极快的速度。楚风当初在象山谷内遭遇远古生物攻击，若不是这神鹿，楚风早就死去了。这神鹿的速度是楚风所见过最快的。若他愿意帮自己，这暗黑之地还可继续深入。前辈，您总算出现了，晚辈想深入此地，前辈能否帮我？楚风欣喜若狂，但却也有点担忧。这神鹿非常神秘，并且性情古怪。楚风之前遇险，曾多次求助，他都未曾理会。尽管此次他主动现身，但楚风也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愿意帮助自己。可就在下一刻，楚风身上光芒流转，那光芒不仅神圣无比，更是开始变化，很快便化作了一只神圣无比的鹿。见状，楚风赶忙骑了上去。此处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虽然你根本无法驾驭它，但本神却很好奇，那究竟是什么？小子，去带本神看一看，此地深处到底有什么东西。那神鹿说道。遵命。楚风也是应道。话罢，那神鹿便自己动了起来，快速的向着暗黑之地飞掠而去。这神鹿速度极快，那些结界巨兽连靠近楚风的机会都没有，就已被神鹿远远的抛在了身后。尽管这是第2次见识到神鹿的力量，但楚风仍然内心震撼，这样的速度谁能挡得住？不过神鹿现身帮助自己，楚风虽然高兴，但同时却也是不得不去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藏在此地深处，竟然连这只强大而神秘的神鹿都如此感兴趣。在神鹿的帮助下，楚风开始快速深入。这神鹿的速度可以说是楚风平生以来见过最快。可是哪怕速度惊人，但楚风却能在神鹿快速前行的时候看清周围的一切。想必这是神鹿给予楚风的帮助之一吧。正因这样的帮助，楚风能够看到此地深处究竟藏着怎样的怪物。而也如楚风所料，这深处果然有着楚风难以抗衡的结界巨兽，不止7品至尊、8品至尊，就连至尊巅峰也都存在。但好在神鹿速度太快，那些结界巨兽就算发现了楚风，也根本来不及对楚风出手，就早已被楚风甩在了身后。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前行一段路程之后，楚风终于来到了此地的最深处。楚风见到了那道阵眼，那是贯彻天地、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阵眼。当楚风进入阵眼之后，那些结界巨兽也不再追踪楚风，可楚风却是愣在了原地。在他的脸上不仅有着毫不掩饰的震惊，更是有着难以掩饰的恐惧。
其实阵眼之内有着无数座结界阵法，这结界阵法虽也是龙纹级圣袍的手笔，但却在楚风之上，这多半就是诸葛元空留下的手笔。结界阵法虽然厉害，但自然不足以让楚风被吓到。之所以能够吓到楚风的，乃是那阵眼中心的存在。那里立着一物，那是一只生物，它身躯之庞大，竟高达1000万米。楚风自下界修炼，经历凡界、上界，这才纵横星域，踏入天河。一路走来，也是见过不少强大的妖物以及凶兽，无一例外，那些都是庞然大物，但却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存在。在此物的面前，就连楚风之前见到的庞然大物，都成了蚂蚁一般渺小的存在。楚风站在此物的面前，已不是蝼蚁，而是尘埃，渺小到了不能再渺小的地步。而此物体态似人，但具体轮廓却看不清楚。它的身躯被一层似黑色岩石一般的物体所包裹，哪怕楚风运用天眼，也看不到本体，只能看到大概轮廓。但毋庸置疑的是，此处的结界巨兽都是他给予的生命，而那危险到令楚风感到战栗的气息，也是来自于他。之前距离尚远，倒还好说，如今见到本体，并且此时就在他的近前，楚风更是能够最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力量。楚风觉得，哪怕只是他呼吸之间，都能使得风云变幻。随便吐的一口气，莫说抹杀楚风，更是能够毁灭一方天地。但他却没有呼吸，他就好像是死了一般，非常的安静。不过楚风觉得，他多半是在沉睡。若是死物，不可能还具备如此可怕的力量，那可是超乎了楚风想象的力量，竟然是此物。忽然，那神鹿发出了声音，而在神鹿的声音之中，竟然也有震惊。前辈，你认得此物？楚风赶忙问道。他此时又惊又怕，同时也很好奇，他很想知道这样一个恐怖的存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若没有猜错，它乃太古时期便存在的生物——暗黑妖神。那神鹿说道。暗黑妖神，太古时期，楚风如今可是知道关于太古时期的一点点事情。太古时期，那是比远古还要遥远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就连远古时期的存在都是了解甚少，因此可以想象，能自太古时期存留下来的，将是多么可怕的存在。不过，那神鹿既然知道此物，也让楚风意识到，神鹿似乎比楚风想象的还要深不可测。前辈，这暗黑妖神到底是何存在？楚风忍不住追问道。他实在是太好奇了，想更多的了解此物。毕竟楚风活了这么久，除了体内的9指雷霆巨兽外，还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存在。但雷霆巨兽再庞大，毕竟是在楚风的丹田之内，只有楚风见得到。可眼前的这一位，却是活生生的站在楚风的面前。不仅楚风见得到，他人若是来到近前，必然也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大与恐怖。暗黑妖神掌握空间之力，可轻而易举毁灭一座星域。神鹿再度说道。毁灭星域，楚风眼中的金色更浓。其实楚风的内心早就不再平静，只是此时却越发沸腾。一个世界已是极为辽阔，孕育着无数生命，也生活着无数生命。而一座星域更是大到不可思议，最小的星域也是由10几万个世界汇集而成，而较大的星域更是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个世界汇集而成。可就是如此庞大的星域，竟能轻而易举的毁灭，那将是何等的力量？楚风已是不敢想象，就连想一想都会忍不住的颤抖。不过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暗黑妖神，只是见过画像而已。暗黑妖神乃是真正的传说，画像也只是后人流传出来的，无法确定真伪。虽传闻曾有人见过他，但也只是传闻罢了，具体是谁见过不得而知。但眼前之物却与暗黑妖神的画像非常神似，最主要的是他身上所散发的气息实在可怕，这样的力量倒是符合太古之物。神鹿继续说道。楚风不可置否，在此物的身上的确散发着比远古还要久远的气息。那前辈他可还活着？楚风问道。神鹿很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连他都说其可怕，就算眼前的不是那传说中的暗黑妖神，也必然是极为恐怖的存在。更何况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传说中的暗黑妖神。不过根据楚风的观察，此物身上没有一丝生命特征，但偏偏他却具备着可怕的力量，这让楚风无法确定他到底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去了。但楚风觉得死去的可能性不大，若是死了，不可能还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楚风觉得很有可能是陷入了沉睡，应该只是一具躯壳。神鹿说道。躯壳？楚风为之一愣。对，灵魂不在体内，只是躯壳而已。神鹿说道。